今天我們要聊一宗橫跨37年的離奇山難懸案——日本北海道旭月山的神秘失蹤事件。一個找不到的失踪者，幾噸重的巨大 SOS 求救標誌，還有一卷詭異的錄音帶，將這起事件變得撲朔迷離。到底這是第三人介入的陰謀，還是遇難者孤注一擲的自救行動？讓我們一起抽絲剝繭，探尋這段發生在1989年的真實山難謎團。1989年7月下旬，日本北海道大雪山國立公園內的旭月山，海拔2290米，籠罩在陰沉的雲霧中。夏季的旭月山氣候多變，即便7月天依然大雨頻發，濃霧隨時吞沒整座山體。就在這樣一個風雨交加的日子裡，來自東京的2名年輕登山客踏上了旭月山的登山路。他們是一對同事好友，藤田和森井，特地從繁忙的制药公司請假而来，慕名要征服北海道的最高峰。7月21日黄昏，他們抵達旭月山腳的小鎮，因天色漸暗，決定先在山下溫泉旅館投宿一夜，養足精神，等待明天天亮再出發。然而翌日清晨，當藤田推開窗戶時，映入眼簾的是烏雲密布的天空，山間彌漫着雨後的濕冷氣息，狂風夾着細雨撲面而來。天公不作美，旭月山似乎隨時會傾盆大雨，這樣的天氣還適合登山嗎？藤田心中泛起了嘀咕。然而一旁的森井已經興奮地催促起來：走吧，趁現在雨還沒下大，我們趕緊出發。兩人權衡了一下，覺得只要動作快，在雨勢加劇前下山應該來得及，於是決定如期登頂旭月。簡單吃過早餐，他們檢查並背好了全套登山裝備，朝着山林進發。剛踏上山徑不久，天空仿佛被撕裂一般，風聲呼嘯，雨點傾瀉而下。短短1小時內，旭月山整座山頭已經隱沒在翻騰的濃霧中，樹林被雨水浸透，山路泥濘濕滑，能見度幾乎降為0。藤田和森井打着雨披，艱難地摸索前行。然而山中地形複雜，到處是相似的巨岩和岔路，在視線不清的情況下，稍有不慎就可能誤入歧途。果不其然，兩人在大雨中繞來繞去，很快就偏離了原有的登山路線。他們本想攀向旭月峰頂，卻陰差陽錯地一路向南走下了山腰，逐漸遠離了正確的下山路，反而朝着中別川谷地的方向迷失進去。雨一直沒有停的跡象，兩人身上的衣物被打濕透，氣溫在雨中驟降，他們開始感到寒冷和疲憊。而更麻煩的是，迷霧與雨水讓周遭景物變得陌生，他們完全無法判斷現在所在的位置。藤田和森井意識到情況不妙，他們迷路了。茫茫山林中，腳下道路早已被山洪和落石毀壞阻斷，腳踩着泥濘，每一步都舉步維艱。他們試圖沿着山勢往下尋找出路，卻總是在濕滑的亂石和濃密的矮樹叢中繞回原地。更糟的是，天色漸晚，傾盆大雨使得能見度進一步降低。兩人忍着飢餓和疲倦，在原始森林中踉蹌前行，心中開始湧現一絲恐懼。如果找不到出路，他們可能要在荒野中過夜了。終於，入夜前，他們在一處岩壁下方發現了一小塊尚可遮風避雨的地方。兩人又冷又累，決定暫且在此處避雨過夜，等天亮或雨停再設法脫困。他們挨着冰冷的岩壁坐下，黑暗中狂風攜着雨點拍打山林，遠處不時傳來落石翻滾的轟響。面對無法預知的險境，藤田和森井只能緊靠着彼此取暖，內心期待着雨過天晴的黎明。翌日清晨，雨勢終於減弱停歇，霧氣卻依然彌漫整座山谷。山下的溫泉旅館裡，老闆和員工們焦急不已。已是第二天早上，藤田和森井竟然整夜未歸。旭月山過往就有登山客失蹤的事故，旅館老闆不敢耽擱，立刻撥打電話向北海道警方報案求助。然而警方當時人手不足，再加上昨天整日暴雨，天候惡劣，救援工作无法開展。接線的警員安撫旅館老闆說，也許他們再過一會兒就會自己下山回來，如果過一陣子還沒消息，今天我們會派直升機前往山區搜尋，但現在只能等天氣好轉。旅館老闆滿心焦急卻也無奈，只能祈禱2位客人平安無事。好不容易等到雨過天晴，7月23日一大早，
北海道警方終於調派了一架銀色的銀嶺1號救援直升機，從旭川基地起飛，朝旭岳山方向趕去。同時，一組警員也開着吉普車抵達山腳下，沿着登山步道展開地面搜索。聽聞山上有人失蹤，周邊一些熱心的當地登山客、旅館老板和年輕服務生們也自發加入搜救隊伍。他們分成几路，一邊向山上攀登，一邊大聲呼喊着藤田、森井的名字。寂靜的山林被此起彼伏的呼喊声打破，希望两位迷途者能夠聽見並回應。然而，由於昨天下了一整天的大雨，許多路段不是被山洪冲毀，就是塌方，落石擋路，地面泥濘濕滑，搜救人員跋涉艱難。而山中樹木高大茂密，頭頂盤旋的直升機視野也受到極大限制。幾個小時下來，地面和空中的搜救都一無所獲，大家的心情開始變得沉重起來。兩人會不會已經遭遇了不測？就在搜救漸入膠著之際，隊伍中一名參與救援的年長登山者開口提議：大家搜尋一下甲金庫岩附近吧，很多外地登山客迷路都是因為搞錯了那個地方。原來旭岳山脊有一塊著名的大岩石，當地人稱為金庫岩，形狀獨特，而且是下山路線的重要地標。但在附近還有另一塊大小相似的岩石，被戏稱為甲金庫岩。如果不熟悉山路的登山者，誤把甲岩當成真正的金庫岩，循着它指引的方向走下去，就會偏離正規路線，下到危險的懸崖和濕地地带。聽了老山民的提醒，搜救隊長連忙讓隊員分出一路，在那塊甲金庫岩周邊仔細搜尋。同時，無線電也通知直升機重點勘察甲金庫岩附近的山坡。搜救隊冒着濕滑繞到了甲金庫岩的位置。就在這時，頭頂盤旋的銀嶺1號直升機裡突然傳出激動的呼喊聲，發現 SOS 求救標誌。重複，我們在旭岳山南路約4公里處發現了一個巨大的 SOS 地面標誌。警長聞訊立即請直升機報告詳細坐標，並指揮地面隊伍朝那個方向前進。這突如其來的發現令所有搜救人員為之一振。巨大的 SOS 求救訊號通常意味着有人在此遭遇險境，並設法向空中求救。難道藤田和森井就在附近等待救援？懷着燃起的希望，大家加緊腳步，朝直升機指示的位置趕去。大約2個多小時的艱難跋涉後，中午時分，搜救隊終於抵達了直升機發現標誌的地點。映入眼簾的一幕令所有人在場者震撼不已。在一片開闊的草地上，赫然擺放着組成 SOS 3個大字母的巨型求救標記。這組 SOS 是用粗大的白樺樹幹堆砌而成，每一筆劃都至少有2-3根原木並排疊起，目測每個字母約有5米長、3米寬。整個標誌占地極廣，即使在高空都清晰可見。陽光下，樹幹的顏色顯得異常醒目，那是白樺樹光滑潔白的外皮在閃耀。搜救人員不禁驚嘆，要在這荒野之中砍倒如此多樹木，並排列成龐大的求救字樣，絕非易事。這絕對不是1-2個人短時間內能完成的工程。大家來不及細想更多，立即在 SOS 標誌周圍展開拉網式搜尋，口中不斷呼喊着失蹤者的名字。果然，不出所料，在 SOS 信號往北不遠處，一面可以遮風擋雨的岩壁下，搜救隊找到了筋疲力盡的藤田和森井。兩人渾身濕透，面色憔悴，但身上並無嚴重外傷，只是極度虛弱。看到救援人員趕到，他們激動得幾乎站不起，反覆道謝。搜救隊員趕緊上前攙扶，給兩人披上保暖毯，並餵了些熱水和食物。此時，距離他們前一天迷路已經過去了整整1夜又半天時間。所幸他們總算平安獲救。直升機將藤田和森井接回山下，救援行動告一段落。在場所有人長舒一口氣，為這次成功營救感到慶幸。然而，真正的懸疑才剛剛開始。按照程序，警方隨即對獲救的兩人進行詳細詢問筆錄，了解他們遇險的經過。當晚，在警局的會議室裡，藤田和森井裹着毛毯，喝着熱茶壓驚。他們回憶道，當時因為大霧誤入甲金庫岩的下坡路，一路陷入泥沼，濕地無法脫困，加上暴雨傾盆，只能找岩壁下暫時避雨過夜。
他們慶幸警察能這麼快找到他們，連聲感謝警方和熱心救援的山友。聽完他們的講述，一名警官若有所思地笑着問了一句：对了，你们究竟是怎麼想到在山上擺出那麼大的 SOS 求救標誌的？這個問題一出，藤田和森井都是一愣，面面相覷，隨即露出滿臉的困惑。SOS 求救標誌，我們根本沒做過那種東西啊！昨天下雨下成那樣，我們別說砍樹了，連走路都難，怎麼可能去擺什麼求救信號？兩人異口同聲的否認。警官提高了音量，再次確認：真的不是你們弄的嗎？兩人嚴肅的搖頭：真的沒有，我們連那個標誌在哪兒都沒見過。藤田和森井的回答讓在場警方面面相覷，兩人神情真摯且疑惑，看不出撒謊的跡象。那麼山上那個巨大無比的 SOS 到底是誰制作的？一時間，所有人的腦海中都浮現出一團疑雲。回想白天見到的求救標誌，字體之大，工程之繁重，確實不像兩個昨夜淋雨受困的年輕人能在短時間完成的。如果不是他們，會不會是山裡還有別的遇難者？難道在同一座山上，同一時間還藏着其他尚未被發現的失蹤者，在絕望地等待救援？巨大的謎團開始浮出水面。北海道警方不敢掉以輕心，既然有可能存在第三個遇難者，他們決定立即展開新一輪搜索。此時夜色已深，山中能見度太低，不適合繼續搜查，只得按捺住滿腹疑問，等天亮再行動。警方當晚緊急調配更多人手，準備次日針對 SOS 標誌所在區域進行地毯式搜尋。兩名東京登山客雖然已經安全獲救，但旭月山似乎還隱藏着一個無名的呼救者，救援人員的心情依然緊繃着，他們要找出這位可能存在的神秘失蹤者。1989年7月24日清晨，旭月山天氣放晴，警方再次出動引領1號直升機，盤旋在 SOS 標誌上空指引方位，同時多名警員組成的地面小隊開赴現場。這一次，每個人的心裡都明白，那組巨大的 SOS 信號絕非憑空出現，它極可能與某次山難有關。找到它的制作者，也許就能解開其中隱藏的故事。警員們抵達 SOS 標誌所在的開闊草地，在白天近距離觀察，能更清楚地感受到這個求救標記的異常規模。總共19根碩大的白樺樹幹被整齊地削砍下來，堆疊排列成 SOS 3個字樣。每根樹幹直徑約有10多公分粗，切口平整鋒利，顯然是被鋒利的工具砍斷的。草地上雜草叢生，可以看出這組木頭已經在此擺放了一段時間，並非昨晚或近期才搭建的新物。經驗豐富的警員粗略評估，要僅憑1-2個人在野外用簡陋工具砍倒這麼多樹，拖動並擺出巨型字樣，沒有2-3天的時間和驚人的體力根本不可能完成。在場眾人不寒而栗，如果真有遇難者布下此驚天動地的信號，為何直到今天才被發現？難道說制作者早已遇難多年？一種不祥的預感在每個人心底蔓延。但即使如此，警方也要找到蛛絲馬跡，給那未知的呼救者一個交代。於是搜查人員分散開來，對 SOS 標誌周圍方圓數百公尺範圍進行地毯式搜尋。沒過多久，傳來發現的喊聲，這裡有疑似骨頭的東西。只見在 SOS 標誌附近一處隱蔽的坑洞中，散落着幾塊殘缺不全的白骨，地面布滿了野獸啃咬過的痕跡。看起來這些骨骸已經暴露在野外很長一段時間，初步辨認可見那是人體的骨頭，而且有的骨頭斷裂形狀顯示可能是生前就折斷的傷處。一時間，眾人心頭一緊，難道真的如預感一樣，這裡曾經有人遇難身亡？繼續搜尋，很快又有重大發現，在不遠處的一個小山洞或樹洞內，找到了一些被隱藏的物品。那是一個陳舊的登山背包，裡面裝着多卷磁帶、一台便攜式卡帶錄音機以及一些生活用品。附近地上還散落着一只男士運動鞋、2台傻瓜相機和一個筆記本。另外，在距離 SOS 標誌約30公尺的西側草叢裡，警方發現了一個印有 LPL 傷勢標誌的金屬三腳架。往北約30公尺處，找到了一顆已經離開軀幹的頭骨。種種跡象顯示，這裡很可能正是那位神秘遇難者最後停留的地方。現場找到的背包和隨身物品
或許能揭示他的身份。警方小心翼翼地收集了所有骸骨和物件，将它們带回进行进一步鉴定分析。由于發現了人類遺骸，案件隨即被作為山難死亡事件展開調查。當天下午，所有骨骸被送往旭川醫科大學法醫部門進行檢驗，背包裡的物品則由警方刑事科進行清點分析。山林間的謎團終於開始有了眉目。經過連夜緊張的化驗和比對，調查有了突破性進展。7月28日上午，北海道警方正式對外公布了初步調查結果。根據現場背包中發現的一張日本駕照，確認失蹤者為愛知縣江南市的年輕男子岩村健二，時年25歲。他是一名公司職員，酷愛戶外徒步旅行。而讓人不寒而栗的是，岩村健二並不是近期失蹤的人，他的失蹤報告可以追溯到整整5年前的1984年。也就是說，早在藤田和森井迷路被困的5年前，岩村健二獨自一人在旭岳山區遭遇了山難，從此下落不明。這副白骨極有可能就是他的遺骸。警方旋即聯繫上了岩村健二遠在愛知縣的父母家人。據調查記錄，1984年7月10日，岩村健二曾獨自前往北海道旅行，投宿在旭岳山腳的一家旅館，告知店主打算進行一次單人登山健行。他計劃從臨近的黑岳出發，縱走山脈抵達旭岳頂峰。那是一條對經驗豐富的登山客來說頗具挑戰的長線路徑。然而出發後沒多久，岩村便與外界失去聯繫，再也沒有回到旅館報到。旅館方面等了1周不見人影，只得通知了警方協尋。然而當年的搜救並未有斬獲，沒有發現他的任何蹤跡。最終岩村被列為失蹤人口，生死不明。5年來，他的家人始終沒有放棄希望，盼望某天兒子能夠平安歸來。誰能料到1989年這場意外的救援行動竟揭開了岩村健二失蹤多年的真相。回顧岩村失蹤的位置，正是旭岳山南側約4公里處，海拔約1320米的一片偏僻沼澤濕地。那裡荒無人煙，生長着齊胸高的簇簇箭竹，當地稱剃叟，地形陡峭而複雜，附近還是棕熊等野生動物的領地。這正好對應了藤田和森井走失的地帶，也是警方發現 SOS 標誌與白骨的地方。難以想象，岩村健二當年獨自一人誤入了如此險惡之境。當年搜索困難重重，因此他遺留在原地的物品，直到5年後才因緣際會地重見天日。如今，警察將岩村的家人請來辨認他遺物，背包裡貼滿卡通貼紙的錄音機，一冊漫畫書，2盤錄有當紅動畫歌曲的磁帶，這一切都與他嗜好動漫的性格相符。家人看着物品悲痛地確認，這確實是岩村健二的背包。然而，隨着岩村身份的確定，謎團非但沒有解開，反而更加深沉了。因為還有幾個無法解釋的疑點，如幽靈般盤旋在人們心頭。在岩村健二的背包裡，警方發現了3盤卡式錄音磁帶，其中2盤經播放後確認是當年風靡一時的日本動畫節目原聲音樂透音帶，一盤是超時空要塞的主題曲合集，另一盤是魔法公主敏奇默默的原声集。這樣的物品進一步證實岩村是個動漫愛好者，也難怪他的錄音機上貼滿了可愛的動漫貼紙。然而，真正令人大感不寒而栗的是第3盤磁带。這盤磁帶外殼陳舊發霉，標籤字跡模糊不清。當技術人員小心地將它放入錄音機，裝上新電池，按下播放鍵時，所有在場的人都屏息凝神地聆聽。磁帶起初播放的是沙沙的噪音，但在快轉到中段以後，一段令人頭皮發麻的聲音突然從揚聲器裡傳了出來。那是一個年輕男性的聲音，帶着強烈的恐懼和絕望。他一字一句緩慢而吃力地重複着求救訊息，仿佛要把每一個音節都嘶吼出來。救命啊！我被困在懸崖上動彈不得，梯竹太深，上不去了。拜托，從這裡把我吊上去。錄音持續了足足2分17秒之久，反反复复都是這幾句近乎哀嚎的呼救，聲音時而高亢，時而低沉，透出虛弱與絕望，仿佛在極力引起遠方的注意。這詭異的錄音在寂靜的會議室裡回盪，每個聽到的人都不禁後背發涼，寒毛直豎。誰都沒想到，
在死者遺留的磁帶中竟記錄着如此毛骨悚然的呼救聲，仿佛一個幽魂跨越歲月，在向今時今日的人們傾訴他臨死前的痛苦與期盼。現場的警員回過神來後，立刻聯想到5年前岩村健二失蹤時的細節。據當年的搜救記錄，直升機曾在旭月一帶搜尋，但沒有發現任何人的蹤跡，也未曾報告過看到地面有 SOS 標誌。由此推測，岩村當時可能在迷途中不慎跌落山崖，或陷入濕地無法動彈。他或許曾親眼看到過搜救直升機從天空掠過，但自己因身處隱蔽的位置而未被發現。錄音帶中的呼救很可能就是岩村絕望之下想傳遞給直升機救援隊的訊息。然而，錄音中的許多細節依然令人不解。首先，為什麼聲音是如此奇怪的一字一頓的喊？正常人呼救應該會連貫地喊出“救命，我在這裡”之類的話，可岩村卻以幾乎機械般的節奏在重複 SOS 救命，無法動彈，上不去。這種刻意拉長停頓的方式反而降低了語句的連貫性。有人猜想，這也許是遇難者在重傷虛脫情況下的無奈之舉。他可能腿部骨折，全身嚴重虛弱，沒法長時間大聲吶喊，只能斟酌着用盡全力喊出一個詞，再停下喘息片刻，再喊出下一個詞，逐字吐出，才能避免一次喊太多傷口、劇痛或體力耗盡。還有猜測說，他這樣做是為了讓聲音在山谷間傳得更遠更清晰，一字一句的喊，聲音反而穿透力更強，或許能被遠處的搜尋人員斷續聽見。錄音中的另一句關鍵話語也引人深思，這裡是我第一次見到直升機的地方。這意味着岩村錄下這段求救時所處的位置正是他曾經看到救援直升機盤旋的地方。他明確地提到直升機，可見當年確實有救援飛機接近過他附近的上空。想象那絕望的一幕，年輕的岩村滿懷希望地看到直升機飛臨，卻因被濃密的藤蔓和建築遮蔽而無法讓對方發現。他只能眼睜睜看着希望之光遠去，這是何等的煎熬。或許正因如此，他才決定想方設法留下持續的呼救信號。錄音帶可能是他想到的辦法之一。如果嗓子喊啞了，那就讓錄音機替他不斷播放求救聲音，希望飛機再次經過時能聽到。這樣的推斷雖無法證實，但想起錄音中那淒厲的聲音回盪山谷，着實令人心碎與毛骨悚然。當然，也不排除另一種可能，錄音機是在岩村呼救時意外啟動並錄下了他的呼喊聲。如果他虛弱到甚至無法意識清醒地操作設備，也許只是陰差陽錯地把自己的絕命呼喊給錄了下來。無論如何，這卷磁帶就像一則跨越時空的遺言，成為整個事件中最駭人聽聞的線索之一。岩村健二的父母後來也聽取了警方提供的這段錄音，他們悲痛萬分，但當被問及錄音中的聲音是否是自己兒子時，兩位老人表示無法確定。畢竟時隔多年，錄音音質又失真，加之身為至親不願相信孩子臨終前經歷如此絕境，他們不敢輕易認定。於是，磁帶中的求救者雖極大概率就是岩村本人，但在情感與證據上都留有一絲未知。隨着調查深入，警方和媒體逐漸拼湊出岩村健二山難事件的大致輪廓，推測那年夏天，他獨自縱走大雪山脈，不慎在旭月附近迷路墜落受傷，困在險境無法脫身。他可能曾經見到過搜尋他的直升機，於是竭力嘗試發出求救信號，包括用錄音機播放求救，用白樺木搭建巨大的 SOS 標誌等。然而最終，他的呼喊沒能被及時聽見，而他本人也因傷重體弱，在荒野中不幸身亡。直到5年後，另一場巧合的迷路救援，才讓他遺留下的信號發揮了作用。儘管救下的不是他自己，而是另外2名年輕的登山客。然而，即便事情輪廓似乎明朗，仍有一些令人困惑，甚至背脊發涼的細節沒有合理解答，成為永遠的謎團。首先， SOS 巨型標誌的制作者，按照警方的推定，除了岩村健二，沒有其他更合適的人選來布置那組巨大的 SOS 了。經由後來調閱歷年空拍資料，警方發現1987年的航空照片中就隱約看到了這片空地上的 South 字樣，而更早的1982年照片沒有該標誌。由此推斷，
SOS 標誌約莫是在80年代中期出現的，時間吻合岩村失蹤後。儘管如此，依然不得不質疑，一個身受重傷，在野外煎熬多日的人，真能憑一己之力完成如此浩大的工程嗎？法醫對岩村遺骸的檢查報告顯示，他生前一段時間身體極度消瘦虛弱，如果他腿部骨折或重傷在身，別說砍樹，連行走都成問題，又怎麼可能用2天時間連砍帶運堆出15米長的巨型 SOS？ 而且在現場並沒有找到任何斧頭、鋸子之類的砍伐工具。難道岩村隨身帶着锋利的柴刀？這不太符合他只是輕裝徒步旅行的情況。如果沒有工具，他又是如何将那些碗口粗的白桦樹砍斷的？還是說他其實沒有砍樹，而是利用風倒的樹木？現場白桦原木的切口整齊光潔，明顯是人為砍伐，排除了自然倒木的可能。這些矛盾讓人不由猜想，會不會岩村健二並非孤身一人？是否曾有第三人協助過他，或者根本就是他人制作了 SOS 信號？一時間，各種陰謀論和猜測在坊間流傳。有一種推想認為，旭月山當地居民早年見多了登山客失蹤遇難，為了在緊急時刻協助救援或提醒後來者，他們集體出於善意或厭倦不斷的大規模搜救騷擾，在假金庫岩附近樹立了這個巨大的 SOS 標誌。畢竟當地居民熟知那一帶是事故多發地，先預置一個求救信號，或許能關鍵時刻救人一命。這個假設聽起來有些合理，但疑點在於，若真是當地人所為，他們為何不向警方或山務部門通報？而且長年以來並無他人聲稱對此 SOS 標誌知情。如此大型的工程需要調動不少人手，默默建好又對外保密，實在令人難以置信。另一種推測是，某次登山團隊集體迷路時制作了 SOS 標誌，他們團結合作砍木求救，卻在救援抵達前自行找到了下山之路，平安脫困，因此沒有報警留下記錄，而 SOS 木頭則留存在山上。這種解釋可以說明為何工程量巨大但完成了，也解釋制作者不是岩村。但問題是，旭月並沒有記錄哪支登山隊曾失蹤又未上報。此外，岩村的錄音帶明確存在，他的物品散布在 SOS 附近，說明他確實在那裡長期停留過。如果 SOS 是他人留下的巧合，那岩村何其不幸。與幸運不幸的是自己沒被救，幸運的是後來別人誤打誤撞用了他的信號救了別人。還有極少數大膽的陰謀論者甚至猜測岩村健二可能並非獨自遇難，他身邊也許還有一名女性同伴，兩人一同被困，後來雙雙罹難。這種說法源於一開始法醫鑑定那些骨頭時鬧出的一個烏龍。旭川醫科大學最初根據現場發現的骨脛骨和骨盆碎片形狀，推斷死者可能是一名20至40歲的女性，且部分骨骼有遭棕熊啃食的痕迹。一時激起千層浪，現場怎麼會是女性骸骨？岩村健二是男性，他的遺骸呢？難道真有一位身份不明的女性與他一同死在深山？然而警方調查旭月山區過往並無女性登山者失蹤記錄，實在找不出對應的人。這個誤判一度令整個搜查陷入迷霧，傳言四起。有人懷疑岩村當年結伴私會女友雙雙出事，也有人腦補出兇殺情節，比如岩村與某女子在山中發生衝突，他殺害了對方或反之，然後其中一人制作了 SOS 等等。種種獵奇的猜測沸沸揚揚，一時間媒體輿論熱議不斷。不過隨着後續調查補充，警方推翻了女性骸骨的判定，經重新鑑定，那些骨頭其實屬於一名男性，且血型為 A 型，符合岩村健二的特徵。或許初次鑑定因骨骼殘碎產生了錯誤，因此官方最後認定現場遺骸就是岩村本人，並未出現第二具遇難者。一場誤會暫時平息了雙人遇難的傳聞。然而這起事件仍留下了永遠的懸疑，岩村健二究竟是在何種情況下制作了求救信號和錄音？如果他受了致命重傷，那 SOS 標誌是提前做好還是之後有人完善？假如他最終沒能走出來，他的屍骨又為何沒全部找到？有人推想，也許部分遺骸早已散落，被野獸叼走，比如現場發現的只有部分骨頭而已。再比如，錄音帶裡的求救聲只錄到2分多鐘便結束，
是路完沒電了，還是人已經無法繼續？這一切的一切，隨着岩村的逝去，都無從得知了。警方在案發後不久，就撤除了那組引發無數猜測的 SOS 木頭標誌，避免日後干擾其他飛行或救援行動。事件調查持續到第二年，1990年2月底，北海道警方最終將此案定性為意外山難，岩村健二視為遇難死亡，檔案列為懸案，結案。然而，民間對於大雪山 SOS 事件的討論卻並未就此停止。報章雜誌接連刊載報道，有的詳細還原，有的添油加醋。一家雜誌甚至因岩村隨身帶着多盤動畫磁帶而讥諷地將報道題為在大雪山留下 SOS 的社畜的陰鬱人生，對逝者极盡嘲諷，激起讀者不滿。可見這起事件當時在日本社会的關注度之高，議論之熱。回顧這跨越37年的離奇山中求救故事，真相似乎介於巧合與宿命之間。岩村健二獨自在絕境中做出的種種努力，最終沒能挽救自己，卻在多年後意外救了別人一命，仿佛一場悲劇中透出的詭異溫情。至於那巨大的 SOS 標誌背後是否真有第三人的痕跡，我們或許永遠不得而知了。也許正如警方最後的推論，岩村健二憑借驚人的毅力完成了自救信號的搭建，只可惜天不從人願。又或許在我們不曾了解的山林深處，曾出现過无名的身影，短暫參與了這場求生努力，然後消失。對此，人們只能以想象填補空白。旭月山 SOS 事件留下的謎團，至今仍時不時被人提起探討。在互聯網上，它被列為日本近代最神秘的未解決事件之一，吸引着無數喜愛懸疑的人們去挖掘當年的報道和資料。30多年過去了，我們雖然無法確切重現當時的一切，但可以確定的是，大自然的威力和人類的渺小在這起事件中展現無遺。也許岩村健二的經歷並沒有超自然或陰謀的成分，只是一場殘酷的意外。然而它給我們的啟示非常深刻。今天的旭月山區，相關部門已經對那些危險路段增設了醒目標識，甲金庫岩附近也立起警示牌，防止登山客再度誤入絕境。此外，每當有獨自登山的旅人注冊行程時，工作人員都反复叮囑不要離開正規路線，準備充足裝備，一旦迷路受困，應保持原地等待專業救援，不要輕率冒險行動。岩村健二的故事讓我們看到，在極端絕境下人類求生的本能與智慧。他搭巨型木頭字母，錄下求救訊號，種種努力堪稱求生創舉。然而，大自然無情，孤身面對山林，個人力量終是有限。如果當年他不是獨自一人，或許結局就會不同。可現實沒有如果，一聲聲錄音裡的救命啊，傳遞至今，仿佛仍在告誡我們，對山野之心存敬畏。每一次冒險前行，都該為最壞的情況做好準備。在未知的大自然面前，人類永遠要謙卑小心，謹記安全第一，否則踏錯一步，就可能如同岩村一般，留下一個無解的謎團在人間。總而言之，北海道旭月山的這起 SOS 失蹤事件，穿越37年，依然讓人唏噓不已。我們或許無法確知背後是否有第三人的身影，但岩村健二作為幸存不了的遇難者，他拼盡全力自救的故事本身就足以震撼人心。在那杳無人烟的山谷，他燃盡最後的生命之火，試圖向世界呼喊。最終，他的遺留訊號延續了另一種形式的救贖，換救了後來的2條生命。這也許就是對他勇氣的一種告慰吧。只是留下的謎仍然回盪在山峰中，那用樹木寫下的 SOS 究竟是誰的手筆？錄音機裡孤獨的聲音，在最後一刻見到的是飛走的直升機，還是漫天的星光？這些問題的答案恐怕隨着旭月山間的餘霧一同散去。我們能做的唯有記住這個發人深省的故事，記住大自然的敬畏與人性的渺小，然後更加珍惜生命，尊重山林。正如当地媒体感嘆的，徒步旅行有風險，冒險之前三思，別讓自己的一次旅程成為永遠的離別。願岩村健二的靈魂在眾神嬉戲的山野安息，也願後來者從中汲取教訓，不再重演這樣的悲劇。